嗨，你们还好吗？今天呢，我拿到了自己的法语考试成绩，所以今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而是一封通知我可以查询法语考试成绩的邮件。那你们知道 TEF 法语考试呢，一共是4门，口语、听力、阅读、写作。那如果你是想移民魁北克的话呢，你只需要考口语和听力，然后达到B2的水平就可以了。但是或许是我想挑战一下自己，然后也给自己多一个机会吧，所以呢，我就选择了考4门。因为就是说，如果你的4门成绩到达 B1或者以上的话呢，你就有机会可以去就是加拿大的其他省移民，并且呢，那个移民速度是更加快的。所以现在对我来说，就是离开魁北克可能是一个最简单的移民方式吧，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。移民呢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当然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。我的听力、口语和写作呢都达到了 B2，但是阅读呢，没有达到我的预期，只有 B1，但是呢，就是只差1分就到达 B2了，所以今天早上当我看到成绩的时候，我差一点要吐血了。那在这里呢，吐血并不是真的从嘴里吐出血来，而是表示一种程度。我们可以说气到吐血。就是非常非常生气的意思。然后当然呢，我不是生气啦，我是郁闷到要吐血了。我的口语呢，还差3分就可以到 C1的程度了。这一点我还是蛮得意的。下面呢，我来说说我是怎么准备我的法语考试的。那其中的某些经验可能对你学习中文也有帮助。我是3年前到加拿大后才开始学习法语的，那从来没有上过一节正式的法语课。当然呢，在一段时间，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吧，我去参加了魁北克移民局举办的法语课。在我之前的视频里呢，我也有提到过，这个课程并不是非常的有效率，但是它给你钱。你没有听错，因为这是魁北克政府呢想要鼓励移民学会说法语而开设的一门课程。那我当时真的是因为他给我钱我才去的，一直到后来我有工作了，我就停止了。大部分的时间呢，我都是在 YouTube 上面学习法语的。在 YouTube 上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好的法语老师。然后呢，我是刚开始呢，我是选择那些法语教学视频，也就是说这些频道呢是专门为学习法语的人准备的。在里面呢，老师会讲解语法啊，然后还有词汇等等。其中有一点特别重要，就是我选择的法语的教学视频呢，都是用法语来解释法语的，就是用法语来教法语的。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有用的，就是当你在获取一个语法知识的时候，同时你也锻炼了自己的听力。当然了，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听懂一个视频是比较困难的，那你可以打开英文字幕，如果你真的有困难的话。到后来呢，我就会选择一些并不是专门为学习法语的人准备的法语视频了。那比如说一些新闻呐，或者是自己一些感兴趣的心理话题等等。那如果听不懂的话呢，就把字幕打开。那我觉得听力呢，其实就是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，你一直听，每天听，坚持听，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好像真的能听懂蛮多了。
等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呢，我就开始在 Language Exchange 的网站上面找语言学习的伙伴。那我个人是觉得跟母语是法语的人定期做交流呢，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。当然，其中呢有些人呢也成为了我非常好的朋友，但是自从他们成为我的朋友之后呢，我们之间的交流呢就渐渐的都开始用法语了，中文就开始用的非常少，因为刚开始语言交换的话呢，应该是50%和50%的，所以在这里呢，也要非常感谢我的那些朋友，在我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，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。在2年多的学习法语的过程当中，我从来没有正式的去准备过 TEF 的考试，因为我觉得考试是检验你语言能力的一种方式，但是并不是全部。因为我有看到过很多 TEF 考试到达 B2 的人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法语说得非常的烂。那这就我觉得吧，就是所有的考试它都有应试的方法，这也就为什么就是有那么多收费非常高的考前班。一直到今年的3月呢，我才开始真正准备 TEF 的考试。那我的准备呢，也就是在 YouTube 上面找 TEF 考试的题目，然后自己做一下这样子。就比如说当时呢，我就在 YouTube 上面找到4份阅读的模拟卷，然后自己做了以后呢，发现好像可以达到 B2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我当时觉得比较难的口语和写作上面。那现在看起来呢，真的是我大意了。写作的准备呢，其实也是比较仓促的。因为写作一共是有2个部分，也就是说你要在6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2篇作文这样子。那我当时的准备呢，就是准备了自己练习了20篇，就是每个部分各10篇这样子。我这里还有当时我练习的这些作文，就这么一点，一共20篇。当然了，在 YouTube 上面呢，也会有老师教你啊，就是比如说考官喜欢看到什么样的文章，就比如说比较有条理的啊，就是会用连接词的。连接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比如说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最后，或者是因为、所以，这些都是连接词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比如说条件式、虚拟式这样子。最后呢，来聊一聊学习法语的动力吧。其实我学习法语呢，真的也不是完全为了考试。我自己本身还是挺喜欢法语这门语言的，所以呢，喜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。当然，我不否认，就是考试也是一个很大的动力。当然，有些人呢还会不得不学习法语啊，就比如说要读书、要工作等等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说这门语言的人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。因为我曾经呢就非常想要学好这门语言，然后跟他和他的家人交流。当然了，是曾经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曾经是一个比较伤感的词语啊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。希望我的视频呢对你学习中文会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给我点赞，并且给我留言，因为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